上映1天就票房过亿的《除暴》，除了2位男主角吴彦祖和王千源的炸裂演军，当年是如何在南方3省连续7年屡犯大案，又如何巧妙地躲过了警方的追捕，以及这样一个亡命之徒为何会让5个女人对他不离不弃，甚至不惜亲自上阵参与作案呢？一支由情妇组成的粉红军团是如何诞生的呢？张军1966年出生于湖南常德一个贫困的家庭，在7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最小。张军12岁时，母亲被查出患有子宫癌，病中他常常念叨想吃一碗肉丸汤。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张军攒了1个学期，凑足了5毛钱，跑了30多公里路，为他买回了一点点肉，然后学姐姐们的样子，亲手做了一碗肉丸汤，终于给母亲了却了心愿。由于家穷，到了高中1年级，张军就辍学了，整天打架斗殴。17岁时，他被送进了少管所。在少管所里待了3年，他并没有反思怎么改过自新，而是更加坚定了自己挑战法律的决心。因为从小穷怕了，所以张军只想用最快的方法赚到钱，赚足够多的钱，当人上人。从古至今，来钱最快的买卖都在中国刑法里写好了的，刑期越长，赚钱越容易。张军从看守所里出来之后，觉得当初因为打架就关了3年，太不值了，要干就干那些可能掉脑袋的买卖。于是他就创建了一个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招募的成员有2个最基本的要求，要么是自己的亲戚，要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就这样还不能完全取得张军的信任，组织里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投名状，就是要当着张军的面杀一个人，这样大家就都是身背命案，不用担心以后谁被抓会互相出卖。组织内部有着非常严格的纪律，谁犯了错误，轻则扣发工资和体罚，重则处死并杀害全家。所以说张军别的没有学会，以前皇帝株连9族这种事情倒是被他借鉴了。作案的武器由张军一个人保管，作案前下发，作案后收回。在每一次作案之前，他都要精心安排，先到现场多次进行踩点，然后组织大家去荒郊野外练习。他把每次的抢劫行动规定在3分钟之内必须完成，每一个动作都精确到秒来训练，规定任何成员在作案的时候都不能贪心。比如他们作案最多的抢劫黄金珠宝店的时候，只要超过了策划好的时间，所有人都必须要撤离，能多拿也不允许多拿。因为张军经过测算，3分钟的时间，警察是来不及接到报案电话，然后赶到案发现场的。从1991年到2000年，张军团伙在重庆、湖南、湖北等地实施抢劫，致28人死亡，20人重伤，案件金额达到600多万元。刚开始，张军就从来不屑于干打劫路人那种事情，要抢就抢黄金首饰店，屡屡得手之后，连金店都不能满足他对金钱的渴望，后来演变成了抢运钞车。虽然失败了，但那次却造成了最大的一次人员伤亡。我们就把时间拨回到20年前，看看那天发生在新中国最大的银行抢劫案，张军团伙有多么穷凶极恶吧。2000年9月1日傍晚，跟往常一样，农业银行湖南省常德分行的运钞车从支行出发，到各个储蓄网点收取现金。在收取了10个网点，共计224.8万元的营业储蓄款之后，到达最后一个网点北站分理处，负责押运的经警们手持冲锋枪下了车，围在了押运车的四周，看起来都万无一失。与此同时，银行外面出租车司机刘辉驾着他的蓝色一名警警，然后抢了2支各装有15发子弹的微型冲锋枪。刚刚被劫持的出纳员李静被枪抵在背部，推到了运钞车前。劫匪勒令他打开运钞车的后门，取出现金。此时年仅29岁的李静自知自己就算是打开了车门也会被灭口。随后他望了一眼他熟悉的常德的天空，告别他热爱的生活，将钥匙插入锁孔，然后拼尽全力朝反方向拧了一下，钥匙就断在了锁孔里面。劫匪是一时半会儿也打不开车门了，眼看着要超出了预定时间，马上到手的巨额现金就这么被锁死了。气急败坏的几个劫匪同时将内部警铃大作，劫匪们更加惊慌失措。刚才我们说的出租车司机刘辉亲眼目睹了蒙面杀人的全过程，刚才还和他谈笑风生的同峥嵘的面目，从衣服内掏出手枪，刘辉还来不及弄清为什么，陈世清就对准他的脑袋开了枪，子弹从太阳穴打入，刘辉当场死亡。陈世清打开他的车门，将刘辉的尸体拉出车外，自己就钻了进去，发动汽车。几个蒙面劫匪朝他跑了过来，他们一边跑一边开枪。
一位骑自行车的市民来不及躲避，当场就被打死。劫匪跳上车后夺路而逃，沿途撞伤了5名过路行人，其中还包括一个3岁的小孩，被他们撞倒在地。一位老人冲上前去打算抱起那个孩子，不料蒙面歹徒们却凶残地向老人连开了4枪。在劫匪的眼里，老弱妇孺的生命也都是可以随意践踏，没有半点人性可言。此时大批的巡警赶到现场，迅速封锁了道路，维护秩序，组织围捕追击，并上报给各级领导。但是由于张军团伙今天没有打开运钞车的大门，所以比预计的3分钟作案时间又少了1分钟，仅2分钟便逃离了现场。而且他们已经提前踩好了点儿，逃跑路线上只有1个红绿灯装有监控摄像头。要知道，现在在我们的城市中，司空见惯的监控设备在20年前还不是很完备，而且张军有着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和逆向思维能力。他组织同伙不要按照常理往城外逃跑，先把车开到郊区遗弃，换好了干净衣服，摘下头套，然后歹徒们返回到闹市区，甚至回到了离案发现场非常近的区域，就像除暴电影里歹徒作案之后在附近的面馆吃面的情节类似。这样警察绝对想不到会有罪犯敢这么干，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所以案发后12小时内，湖南省共出动了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近1万人，设路卡194个，迅速在湖南、湖北2地全面抓捕，最终在案发13天之后，将所有的劫犯全部缉拿归案。为什么要动用如此多的警力？而且从1991年第一次抢劫杀人，直到2000年，张军才被抓捕归案呢？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张军的另外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他特别擅长利用女人的感情来隐藏自己的犯罪行为。9年间拥有5个情妇，给他提供了多重身份掩饰和天然的藏身居所，不用像以往的歹徒那样需要租房子或住酒店容易暴露自己。而且奇怪的是，这5个女人在知道张军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歹徒之后，还能不离不弃，甚至直接参与了抢劫行为。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张军超高的情商，他积极参与各种婚姻介绍所。他为自己写的择偶标准很笼统，但是在张军的内心对另一半却有着2个必须要达到的要求，就是人傻胆大。当年28岁的他硬是不介意和48岁的秦志碧交往，看重的就是女方完全符合了他的条件。面对着年轻又富有的张军对自己的猛烈追求，秦大姐彻底沦陷了。最后秦志碧也没有让张军失望，多次冲在了抢劫的第一线。1995年12月22日，重庆友谊华侨商店，人们突然听到一声叫喊，循声望去，发现黄金首饰柜台的女营业员被一个高个男子用枪指着头。未等他反应过来，一个矮个的女子冲进柜台，就往麻袋里装金银首饰。这个矮个子女子就是秦志碧。除了积极参与各种相亲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张军也不忘物色自己的红颜帮凶。有一次他在重庆打车，看到司机是个中年妇女，就假装说要学开车，让大姐随便往哪开，做示范就行，照常打表不讲价。大方又风趣的张军马上让这个当时35岁刚下岗转行开出租车的全红艳产生了好感。没过多久，2个人就同居了。张军把全红艳原来的房子作为窝藏枪支的据点，又于2000年7月带他去了常德，逼他向一个无辜青年开枪。全红艳沾血后便死心塌地的也跟着张军了。对于每个女性，张军的方法都略有不同。比如为了能够和另外一个情妇严敏一直保持关系，他就在2个人感情还好的时候找女方借了1万块钱。90年代1万块钱还是很多的，所以严敏回忆，当时张军就是不还钱。为了要回这1万块钱，他就一直没能摆脱张军，最后还被张军威胁，如果不跟他去抢劫，就杀了严敏全家。在《除暴》这个影片里，时长有限，没有办法再演绎出张隼善于利用女性的这个特点。其实导演就设计了一个桥段，隐约地展示出了他这个人物性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张隼的同伴在研究怎么开银行保险柜的时候，没想到张隼递来了一串钥匙，同伙立刻心领神会，叫他勾搭上管钥匙的了，果立刻被杀人灭口了。实际上影片里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女柜员给张隼提供了银行钥匙，而张隼接近这个女人也不过是想利用她而已。
另外值得一提的，影片中警匪几次枪战交锋却被匪徒火力压制，并不是艺术演绎，而是导演有意还原了当时那个年代的时代背景，在当时警市场买到更先进的武器，比如比利时制造的勃朗宁手枪、苏联的 AK-47 自动步枪、81式自动步枪，甚至军队才会有的手雷也能买到。从武器装备上来看，匪徒和警察就像军队和民兵在战斗，所以才造成了上世纪90年代亡命之徒暴力抗法的事件屡屡发生，公安干警们牺牲的要比现在多很多。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布了2020年最新的全球治安状况排名，中国紧随新加坡和土库曼斯坦位列世界第3大治安最好的国家。现在即使是在午夜时分，无论男女都可以放心地走在城市的街头，这其实是很多在华生活的外国人都赞不绝口爱上中国的理由之一。现在人们看似稀松平常的东西，是当年多少奋斗在一线的刑侦人员用生命为我们换回了这片安乐家园。最后祝愿看完本期视频的观众一生平安。特伦哥每周更新，期待您的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吧。